大黄蜂被放在这里，真的好冲突啊！樱草是什么？外面吃得到吗？吃不到。这我这比国民好少见的。今天呢，我们要去住一晚的是台南的龙崎区。我相信这个名字呢，对很多台北小孩来说啊，超陌生的。日本民间专家组成的人口战略会议指出，日本将在30年内消失744个城镇，全国30%的人口将会消失，剩下的人口中啊，有39%是65岁以上的老人。但你们知道吗？台湾啊，其实也不遑多让。或许您不曾想过自己住的乡镇有一天可能会消失，但其实这样的现象全台湾都正在发生中。台湾有134个乡镇区啊，将会在30年内消失。台南龙崎区的大小呢是64平方公里。这个大小大概等同于台北市士林区的62平方公里，但这里在2024年公布的资料中，人口只有3400个人。大家都知道日本是全世界最老的国家，老人占总人口数的29.1%啊，但台湾这个龙崎区呢，目前是32%。要不进步啊，就无当条无啥的。你是不是惊呆了呢？看来龙崎是以竹子闻名的哦。这个只有3000多人的小区域，需要这么大的图书馆哦。龙崎区虽然位于6都之一的台南市，因为这里啊，在2023年11月以前啊，是全台湾最后一个没有超商的行政区，甚至呢，现在也没了菜市场。很多人认为台湾的超商密度啊是世界第一，但其实不是啦，第一名是南韩而且这间 Seven， 它的隔壁就是一间干妈店在这样的乡下太竞争了吧？还可以借问一下，这边这附近有没有什么有特色的地方是我可以去的？公园你知影，它是猫梯啊。这里就是猫梯了吧？除了人造猫以外，没有一只天然猫。五行山公园，五行山公园步道走1圈约1500公尺，慢跑4圈才能吃一个汉堡啊，知不知道？胖子们，蛮稳的嘛。看下面给你们看，我不想走过去。慢跑4圈才能吃一个汉堡，知道？胖子们。龙崎的中心区域其实看得出来啊，没有什么人烟，有很多老房子呢，看起来呢其实没有住人的样子。我们现在户政就是归人户政，然后龙崎办公室，我们只有2个人而已。你看以前有多少个多子，就是应该有多少。日式的建筑，那个你值得你去拍，你可以看，那是以前的庄长室，要花好几千万整件，那以后将来会很漂亮的嘞。来偷偷拍下里面给你们看，在小小的花园里。我在这时看到了路边一个神秘男子正在做神秘的事，询问了一下，原来他正在为了钓楼麻而在这个小土丘上垫蚯蚓啊。然后我就一个不小心从他口中得知，在关庙与龙崎的交界处，就是那个关庙人会觉得是关庙，但龙崎人会觉得那里是龙崎，但其实政府划分是关庙的地方，有许多的土鸡城。这个哥说啊，随便一家都好吃。这个阿辉土鸡城啊，大概是这附近最体面的一家了吧，而且车子数量也是最多。这间餐厅规模还真不小啊，目前有6组预约哦，9月也已经很多人预约了，去年除夕也有人预约了。其实我一个人坐在这么大的桌子超尴尬的，在龙崎区的餐厅呢，它都4点半就打烊了，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吃不完当宵夜咯。什么是樱草？完全没看过。这个很特殊的味道，有点像枸杞叶。原来这个叫吃到樱草的植物啊，又被称为日本的枸杞叶。看来我的味蕾敏感度还蛮高的嘛。知道哪盘一定要点了吧？但其实三杯鸡很好吃，至少是我吃过的前5名。现在10点才8点，原来我是最后一个客人啊！它关了。人烟稀少的小镇啊，要养活一间旅馆实在是不太可能。但龙崎的山景啊，非常的漂亮，还可以看到美丽的日出。我觉得有兴趣来这里养老的观众啊，可以考虑来这边开一间民宿。我们必须去仅1公里以外的关庙闹区，但也只有2家的选择而已。最后我选择了这一家。选择这一家的原因呢，其实是因为另外一家的图片看起来实在是不太像旅馆啊。这条路连路灯都没有哎。啊，多少钱？800。好。怎么有一种突然觉得假期 CP 值很高的想法 ？Oh my， 这超复古的阿嬷家。老公，我有这吹风机也是挺随性的哦。于是我马上想了一个方法，来让人生变得更美好。阿嬷家，阿嬷家，阿嬷家。所以我只是为了阿嬷家，那800块是包给阿嬷的红包。
不是住宿费用，不是。看来我又是今天晚上唯一的住客了。南部人才懂的加水站，你这笑容我应该说可爱还是诡异啊？在我身后面这个龙旗工厂本来是境内的唯一产业，它从1978年开始生产工业炸药，早期是寡占事业营运状况良好。然而至1990年代末期政府呢开放了工矿炸药的进口，所以这个单位呢就在2013年后关闭了。近期呢有部分的台南议员跟地方人士呢想要把这个地方呢改为历史保留区，也就是变成一个观光景点。你们会想进去看看吗？这里竟然还有一个公车站会有人坐上来这里哦。这可能是龙崎最著名的景点182县道，位于台182县道上的这个土鸡湾，你甚至在 Google 上面可以找到它的名号啊。因为车少角度大，所以每天都有超多的大型重机在这边狂飙练技术。但很多猴子因为高估自己的技术而自摔，所以被很多车友戏称为自摔湾。这里的住户呢、居民呢，还为了让大家减速慢行，谱出了一个凤梨男孩的传说。传说凤梨男孩会在湾中丢凤梨，害骑士自摔。所以这个刮痕是重机骑士的车子刮出来的吗？但就因为这个景点太有名，引来了警察贝贝的关注，所以现在几乎满满的都是重机骑士最为憎恨的区间测速照相，使得重机骑士在这里就好像绝迹了一样。正当我不知道在这个荒芜的小镇还有什么值得跟你们分享的时候，仓鼠，Hello， 不小心在 Google Maps 上看见了，竟然有一个神秘的景点我在龙崎这边查到唯一的一个娱乐场所就是这里啦。天哪！它这里一个，对面还有一个，刚刚那边是一个阿姨在唱，这边呢是一群大树 ，Oh my gosh， 甚至还有第3个。你们平常都会来这边休闲，对不对？对啊，对。放假都来这唱歌。所以这边是这边最热门的区域嘛，就是大家。对，卖东西的都会来卖。我们要去卖那个关圣地区的，要参观一下，里面有机器人，还有关圣地区。原来是建设公司捐赠给当地里民的一个休闲场所啊。原来就是这个大黄蜂被放在这里，真的好冲突啊！他是谁？有人知道吗？柯博文是长这样吗？是不是因为看起来有点太瘦了？是 Hulk and Hulkbuster。关公的护卫是钢铁人关公大大应该没有想到有这一天吧？就是这个黄龙建设，就是他们刚刚说捐赠卡拉 OK 的那间公司。是2013年哇，那也蛮久了耶。此时我突然想起来了，干妈店的阿姨是不是说了有个地方很值得去，叫做龙船的地方？这个龙船山的山路其实不是很好开，坡度呢蛮大的。一上山顶呢，你就会看到一只超大的龙船。然后让我觉得更酷的是，有一对穿着中国传统服饰的男女正在练剑。我没唬烂他们真的在练剑。难道我遇见了王重阳跟林朝英吗？没想到这个大师却大有来头。你们刚刚练这个是剑术吗？对，参彩剑的对练，不然我是那个亚运的武术队的头型教练。在网络你可以查到我叫施正中，我给吴京教了2招，吴京说那你这个不错呢。大师呢，最后还跟我交换了LINE，邀请我去他的武术馆，还有水晶博物馆参观。我去中南美洲教了很多国家，我入宝山不能空手回，我去他那边收集很漂亮的水晶。你们想看吗？想看的下面留言，我带你们一起去吧。15年前，直辖市县市合并，除了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之外台湾成为了全世界直辖市密度最高的国家。政府告诉我们呢，最重要的一环是为了改善城乡差距。但15年后的现在，他们成功了吗？